6密阿离的理解更新了，你或许能感受到密位阿离的强度，但是常常在上八后要么凑不齐6密，要么合不出神装，要么找不到阿离，哪怕找到一张，同期对手人手卡一张，也难逃被带走，从而吃老七老八的命运。这是我近期和直播间的王者水友曲靖同学共同琢磨出来的6密阿离的优化方案。可以看到，在打磨阶段的心理解就能在1区300分左右，除1把老6，其余全前3。而我最近也是随便打了2把就又回到了1000左右的胜点，毫不夸张的说，这套打法在慢慢普及以后，足以颠覆现有的国服环境。如果我有时间，应该能很轻松的偷到更多的分。这是我最近6把的战绩，没有掉出过前2，其中3把是网吧赛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最终对手的阵容和成型的质量。空城7D阿离的阵容构成和上期没有变化，狐狸的第3件大事能换成红 buff， 其他雷打不动。你看，从大数据网站首推到上一期 Careless 的玩法分享，再到这一期提速7D 的进化版本，棋子都是那几个，但玩出来的效果可以说天差地别。既然叫空城7D min， 那其实就揭晓了它和连败是捆绑的。这里说一个反直觉的理解，那就是5连败等于有分。可能以往任何一个版本都不会像现在这样，连败比连胜吃分的难度低一个量级。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连败：一、2阶段的血最值钱 ，S10赛季2阶段一个怪扣2滴血，从第4个怪开始，每个怪扣1滴，也就是说被入3只扣6滴血，被入4只扣7滴血，被入5只扣8滴血。如果纯空城，不考虑恶魔契约、组织冠冕，有人2-1拉5、2-6拉6等特殊情况，5连败可能的血量在61级以上。而3阶段在2阶段的基础上，每波失败会多扣3滴血。这使得2阶段用容错换经济的性价比变得比任何一个阶段都要高。2. 连败能让经济最快滚到50，相较于连胜，连败无需在吃满利息前花钱升级买牌，这些金币全部用于利滚利，将比连胜多出很多经济。一般情况下，5连败进野后能有5人口加买怪，打野后能有40到50金币，而同期5连胜的玩家，假设他 F 了2次，常规无额外的经济开局，就只有20到30金币。算上场面的怪以及比连败多 F 的一下，也就是20块钱左右，连败和连胜进也会有10到20金币的经济差。后续连胜的玩家还会晚吃2波利息，连败的差不多领先了一个金色海克斯的经济，比1胜1负的玩家更是领先。3. 连败风险远低于连胜，哪怕是连败环境恶劣如美服，1把4家对着空，那也无所谓。空城遇到空城的，主场输客场赢。如果你的运气好是主场，那么就可以既不扣血也不断连败。如果是客场，保底也不会掉容错，不过会少一些经济。综合来看，哪怕很多空城的也是中风险高回报，而现在2阶段连胜很容易被嫖到2费天选的玩家段，风险很高。4. 天选机制兜底，3阶段几乎所有的2费天选都能帮助你稳住连胜，连败再不用迫降2-3费卡。另外说一个关于连败的小细节，常规开局中，如果2-1吃10块且赢下了这一回合，那么2-2能空城吃到20利息。我把6密阿离推荐选择的强化中与连败玩法有联动的都罗列在了这里。同一行的排名分先后，银色经济类血红金币、开摆、超加倍、冒险举动，这些能让启动节点提前启动的好处是早成型、早压制、早攒钱。第2行是延迟战力类的，这些配合连败玩法能很好规避强化自身的缺陷。连败之后3阶段怎么处理呢？这里列出了所有2费天选以及各自的评级，除酒桶和潘森不能选，拿到 T0 的塞纳天使武器时，配合场面一定的前排，就能轻松的稳住血，甚至有希望冲出连胜。奥菲留斯作为特殊的 T0 选择，是这套阵容吃缸的唯一通道，有且仅有在不低于2星亚非天选的质量时，能够在3阶段吃一波3缸5缸，必须在3-7之前收菜，吃过缸的容错会比正常少10到15。但会多一个白色到金色的战力。T1 序列的巴德、卡莎等能选，但文血能力一般。3-5或许需要拉起小搜一波质量。T1 的盖伦天选，如果刷到秘术的就拿，但要考虑提前启动3-5搜6密，因为盖伦的文血能力一般，需要低排补足一定的后排质量带装备。总之，在3-1级以前拿到2费天选，以保证在3阶段文血。另外，空城时我们是有概率嫖到2费天选的。2阶段如果刷到 T0 序列的，如果会影响到连败，那就锁到野怪回合再拿。6级有2费级以上天选的概率为100%，3阶段的胜负关系尽量这样控：3-1、3-2、3-3尽量不输，3-5、3-6一定不输。如果质量不够，就上期搜牌补质量，在6密加1箱阿离凑齐前，40级以上血量算健康。讲一下启动节点的不同会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这很重要，直接关系到你最后的对手是2星俄罗伊情侣还是2星卡牌1星机器人。首先我们要了解，在3-5到5-2阶段，
秘书阵容的缩写条件就只有3个：一、开出6秘书互为羁绊；二、找到一张阿离并且有对的装备；三、选择3个正确的战力强化。你或许能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条件完全能够在7人口凑齐，所以你可以把这套4费阵容当3费玩。抽到一张阿离的难度绝对不比抽到2星3费的高。传统的8D 理解启动在3-7到4-2回合，为了提前启动并且保证有充足资金，或许还会选择1到2个经济类强化。但是其他阵容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启动，你的阿离很容易被别家递走并且卡死。如果没有莉莉娅回桑提，6秘书想要在8人口一波凑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找不到或者出的晚一点就出局了。但是明明在3-5、3-6、4-1、4-2这4个回合你可以成型，并且打出6秘加阿离的强势连胜节奏，这个机会被白白浪费掉了，让对手安稳发育了几个回合，打发育良好的阵容赢不了也正常。基于这些，于是有了7D的新理解，在3-5到3-7拉切后卡至少30的利息搜牌，目标是找到任意的秘书天选，凑齐6秘，有1张狐狸即可停手存钱。注意刷到非秘书天选体系卡要买下卖掉，用来控天选。在7级多轮共预计花费30到40金币达成目标，期间吃着利息，搜牌时留露露分离天选秘书单位。如果是盖伦的秘书天选，那么多的盖伦就要留，并且顺手追3。如果遇到10把，可能有1把的天谴局1张狐狸都没有，那么考虑转分离露露主 C 6秘不动。在凑齐6秘加狐狸的一瞬间，几乎所有对手遇到你都会被入1半以上，包括但不限于永恩、瑞文、武器、过渡期的战士、发育期的 EZ， 大概会掉15左右的容错，迫使他们提前停止发育启动，损失阵容上限。如此，你的3战力1星阿离就能在4阶段以及5阶段早期赢下除真实伤害之外的所有阵容。关于海克斯的选择，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不要迷信大数据。这里举个例子，大数据说神盾史几乎和迪斯科卡牌绑定，而迪斯科的灯球又与蓝盾不太契合，所以你在有蓝盾的情况下，按大数据的逻辑，你是大概率不会选神盾史的。但蓝盾与神盾史本身就是一套很经典的抗性加血量的组合。如果迷信大数据，你可能就会下意识忽略这种搭配。大数据很多时候只能告诉你，在这个时候选 A 是最强的，在另一个时候选 B 是最强的，但或许你很难通过它知道不那么强的 C 加不那么强的 D 能打出超越 A 加 B 的效果。这是我这些天或许玩懂了这套阵容之后挑选出来的推荐强化。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强化数据表现都优于平均，但是它们的确和阵容契合。除银色之外，其他的我只推荐拿战力。顺带一提，巨块对于这套阵容是陷阱，因为你在刚启动发力时，往往只有阿离一个人的装备，而后续阵容对成装的需求又很高，不论是减抗重伤、情侣启动，亦或是前排的坦度装，这些都与散剑分巨块相悖。我对其中几个不太好理解的做一下特别说明。行家离手和多变断炉2种偷偷给到秘书单位都很强，尤其是铁皮和艾克，基本偷到什么都有用。碰撞测试假人能吃6秘的双抗，并且不像俄洛伊的触手那样限制站位。神奇杰队在3-2刷时比较推荐拿，能赌阿离或者布里茨。辅助装中完全不能用的也不多，同期连枝在刷到秘书天选时能加血量，辅助宝库能用来赌顶级的辅助装。彩色的大师级星探提供基础的血量和攻速。此外，场上的秘书单位赛季支撑效果基本都是加血量，综合起来加成就很强了。对于前排相当于人手一个彩巨块了。奥恩装和辅助装里哪些是顶级的呢？奥恩的钻手、绿甲、泳双、大亨镜子，这些给前排单位很好用。投机者可以代替阿离的第3件纳什或者红，也可以作为情侣的启动装。辅助装里最好的是大宝石和殉道美德。大宝石飞升的效果很契合阵容拖时间的象性，而且秘书阵容触发时存活的单位会很多，每波能有个3-4块钱。殉道美德的回复和密位的双抗完美配合。法医保底有个主动破法，此外还会为全队提供生命值加成。阵容怎么提上限？在判断无法上9的对局中，优先选择追铁皮盖伦的3星。一般情况下，你的阿离是不太能递到2星的，不过没关系，严谨的按照本期的玩法来，1星阿离就能上9。上9后，俄洛伊能挂，触手本体一起是密位双抗，情侣带启动装大于齐安娜，大于情侣不带启动装。情侣只用攻速形态，别乱切。除了自我提升外，你还能帮他们拿一下牌。EZ 卡牌阿卡丽这3张卡所代表的阵容是有机会赢下密位的，所以观察一下他们玩不玩。要玩就顺便卡一下，我的粉丝要是排到我就不用卡了哈。天选怎么换？首先大部分时候你的盖伦、铁皮、艾克天选都是不换的，因为只有当你在没卖天选嫖到机器秘书天选以及阿离天选时才会考虑换，并且这一切都是以6密位没有被拆掉为前提的。当然如果你有俄洛伊，那么俄洛伊加4密位另搭5 KDA 或者5法师是可以平替6密位的坦度的。
究极没的时候怎么办呢？首先，按照空城7地的玩法，没有阿离的情况10把可能才会出现一把。7级地牌的时候注意留分离，如果快没钱了，但还是没有阿离，却来了分离天选，就直接要了。追3000分离戴纳什，露露暂时用阿离的装备，属于紧急迫降了。还是不容易哈，账号做了半年多，终于第一次接到了广子，能掐到饭还是得感谢你们的支持啊！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